大家好，我是张大哥。这部从台北来的 W201巴高瓦的 2.316B 哦，大哥已经完修了。我们来做一个今天的第一次冷车启动哦，看它启动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情形。好，大颗红火。我们看到水温是在40度以下。OK， 好，大颗做今天的第一次冷车启动。我们看到它现在的转速大概在1000左右哈，大哥做个加油。OK， 好。好，我们现在看到右手边这个表是差压空气流量感知器哦，它的电压。那右边看到呢，这个是差压阀，它在做冷车启动的补偿目前的电流量在1.6 2.2 mA 左右在跳动。因为它在冷车的时候，它必须要做加冷的动作，所以说我们在冷车启动的时候有看到它的电流量。OK， 那这部车大哥有整修的部分呢。当然我们看到这份 U 盘很新很漂亮，从里面外面都已经整新了，看起来非常漂亮。那大哥有在这边做签名。那至于喷油嘴，我们全部都换掉了。这4支喷油嘴全部都换掉了因为它的进气歧管跟我们标准的 M102的 8V 不太一样。我们 M102 的 8V， 它进气歧管在下头它是往上的。再来我们看它的这个流量汽油的回流量。从分油盘流回油箱的下面的小数点是2.6、2.4在那边跳动，代表它每1分钟从分油盘流回油箱的供油量是2.6。因为它这颗油箱，这部车子的油箱状况相当好大哥并没有做汽油里面滤芯的清理只有做外面的汽油芯汽油芯的更换。汽油芯的部分呢，30年以上的老车，大哥建议最好是1万公里，也就是大概换2次机油就换颗机油滤芯，汽油滤芯。因为汽油滤芯它并不贵，航空材料大概在1000块钱左右那所以老车因为油箱难免会有铁锈所以说这个花费是应该的我们为了要维持油箱的干净，然后避免我们分油盘在污染。因为我们这部车已经30年的，那第一次的分油盘的清理就是30年。那我们希望能够维持同样的状况，它能够再撑个20年。因为这分油盘它没有坏，它是污染肮脏了再来呢，它的火星塞型号是用错了。它应该是 H80C，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应该有这里它写 H6 这是冷热架的关系。那没有电阻的，它应该就是 H6 H7 或是 H8DC。那它原来买到的是 HR7DC。那因为 HR 是有带电阻的，那因为我们高压线本身就有电阻了，所以说它不应该再加电阻。如果火星塞再加电阻的话，火花会变弱。那因为现在的2000年以后的车子都没有高压线，它是直接个别高压线先点火，所以说没有电阻的火星塞呢已经不容易买到所以说它会用错，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它根本买不到。
那现在新车都已经把高压线的电阻移转到火星塞上面，因为高压线已经没有了，已经不存在了。那缸压测试的部分相当完美，因为这部车里程数只有4万多，它的缸压几乎是完美的，跟新车状况是一样的。那再来我们看它这部车蛮特别的哦，它是有等长头段，这个应该是改装的哦。那这个等长头段它能够提升我们在高速的时候的运转的换气透气更顺，这个是很难得的。那再来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排列方式跟我们 N102 不太一样，比如说它的油压调整器在这个位置，那我们 N102 油压调整器应该大概在这里，那所以还有它的怠速马达在这个位置，那我们的一般怠速马达 M102 是在后端，那所以呢使得大哥在调整在安装在检修的时候呢这个会比较花时间，因为它的排列位置会排得很密，几乎而且很多位置都是反向的，包含这个空气流量感知器。空气流量感知器我们一般是往这个方向向着那个车头，结果它是在侧边，所以在做调整的时候也是很困难。OK， 我们来看到左手边这个胎压阀的那个供油量修正已经解除了，现在几乎是0了。刚刚我们有看到2.4milliampere，现在已经没有了因为今天为什么我们只看到2个表，没有一般的3个表？因为第3个表中间那个表，一般来讲，大哥最右边那个表，大哥都会接怠速马达的电压，因为它怠速马达躲在这个地方，那它这个插头在这里大哥在做插拔很困难，所以大哥确定它供电正常，所以我就不再接电表来做检测了因为为了要省麻烦。然后我们来看看，来做一个它的这个减速断油的功能。好，大哥加油！来，我们来看。好，我们来做一个它减速断油的功能。好，加油！减速的时候它往右跑，代表它供油量减少。再一次，加油！所以这个它减速断油的功能正常，代表它的电脑的控制胎压阀的运作也是完全正常的。我们来做一个。我们来做一个它的这个加速看看。运转是顺畅，但是因为前一阵子大哥才修过一部 V8，V8 那个大吞吐量的嘶吼，那感觉是不太一样的。OK， 我们再到车内来。我们来看它这车子水温现在到80度了水温到80度转速还维持在1000我们做个车内的提速看看。整个运转是相当顺畅的大哥现在打开冷气，我们来看它转速的变化。打开冷气，转速稍微掉一点，掉在大概950它会慢慢的上来。因为这部车的特性，它比如说我们 V8 它几乎转速都不会改变，尤其因为它扭力的关系大扭力的话，它在怠速的时候开关冷气压缩机在做动，开跟关几乎没什么改变。因为它的2.3难免它扭力不是像大马力或大排气量那么高，所以说它的怠速它怠速的冷气的开跟关还是有点改变。OK， 好，大哥，现在开冷气的状态
OK， 大哥踩刹车入倒档，转速大概在750，而且没有顿挫。好 ，P 档，好，踩刹车到 R 档，转速还是在750，而且很稳定。因为这部车的里程数比较少我们看到这里面它有机油的温度表机油的温度表。那右边这个是电压表电压大概13伏特这个代表它的发电机动作是正常的因为这部车是欧规的，我们看到它的温度29.5度是是摄氏的温度。那这整个 OK 好，我们来做个冷车热车启动。大哥关掉电源，好，打开电源启动。这1点就着了，它转速都维持在1000转左右。因为这部车子大家有看到，大家有在换蓄压器的时候有看到，它的排气管还是原厂的。这些声音很安静，只是说它的排气管它的排气管的头段，它换了等长头段这部车大哥这样测试下来，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它是比较温它是属于温的，然后低速扭力跟 M102的8V。稍微好一点，那尾速呢也稍微好一点，那整个曲线感觉上是很平缓的不像有的2.5 16V 就是起速比较猛爆这部车子它是比较温的，感觉上是比较温的。那低速扭力在感觉上给大家感觉上是不错的比那个8V 的甚至还好，所以其实这颗引擎。大哥也是觉得蛮好奇的它既然多气门马力数据又那么大，那为什么它的低速扭力也没有降？因为它多气门，那状况目前是状况相当好。那原来这部车来的时候呢，它的启动怠速并没有办法爬升到1000转左右。就是感觉上刚冷车发动的时候，它有一点抖动，然后在转速会漂移，差不多在800左右漂移。那因为正常应该会在冷车启动会在1000，比正常的怠速稍微高一点。那这部车呢，大哥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是它的耳导光，型号并跟我们一般的8V 也是不太一样。那它的其他的部分，这部车大哥很少看到这么漂亮的大灯，而且是 Bosch 原厂的，2颗都是。这主要是因为是里程数少的关系所以这个是它优越的地方。那我们来看它的吸油值我们这边看到它的吸油值，新车是1.0正负0.5 CO那我们这个年份的车子，如果91的话，它应该是在吸油值在3.5我们验车的标准是吸油值3.5以内。那它原厂要求的是出厂的规范是1.0正负0.5的吸油值百分比。OK， 好，那今天大哥的报告就到此结束了，好，拜拜喽。